我这辈子向来温良贤淑，与裴衍之相敬如宾，对姨娘宽容和煦，世人皆赞我是女子典范。可偏偏是我在自己50寿辰这日，亲手毒杀了裴氏满门。沈清怡，你这个毒妇！我是毒妇，论歹毒，我抵不上你裴衍成万分之一。当年你蓄意设计，污我清白，逼我嫁入裴家，半生为你当牛做马，操劳家事。你怎么就想不到，终有一日我会让你裴家断子绝孙？这是端午，我回到了裴衍之设计陷害我这日。青衣，龙舟赛一会儿就要开始了，岸上人多看不真切，咱们赶紧上船去瞧清楚些。前世，我正是因为在船上观赏龙舟赛，被人推入水中，才会被裴衍之救起。我多年后才知晓，那场看似意外的落水，那场人人称赞的相救，从来都不是机缘巧合，而是裴衍之精心布下的局。青怡，舒婷乃罪臣之后，此生断无登堂入室位居正妻的可能。你出身清正，性情娴静温柔，我知你宽厚仁善，定然不会为难于他。为了给柳舒婷铺路，他不惜毁我清白，断我前程，用我一生的血泪与委屈，成全他的深情大义。这般心机歹毒，何其残忍！青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失神发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无妨，只是方才晒得久了，有些疲乏困倦。龙舟赛我便不看了，先行回府歇息，你们自行去玩吧。回小姐的话，车轮有损，修起来还要些时间。前世根本没有这件事。当年我被裴衍之救起后，径直坐上自家马车，顺利回府，车马完好无损，毫无半点差错。如今车马突然损坏，绝非意外，定是裴衍之见我不肯登船入局，不愿就此放过我，便暗中动手脚，想用别的法子将我强行留在赛场，伺机坑害。你即刻去附近车行租赁一辆马车回来。是。小姐，今日端午佳节，全城百姓尽数出门游湖观赛，各家车行的马车早已被租赁一空，已经无车可租。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沈清怡，这堕胎药你不喝也得喝。沈清怡，你这个毒妇！是了，前世我早已亲手杀过他一次，今生再见，我早已无所畏惧，大不了便再杀他一次。裴衍之，你且来吧，这一世我定要让你和柳舒婷付出最惨痛的代价，死得比前世更惨。回世子的话，我的车马坏了，一时无法回府。无妨，我即刻派人替你修好车马。沈小姐不妨暂且留下，随我一同观完龙舟赛事，也不负这端午盛景。既然世子盛情相邀，那青衣便却之不恭了。今日的画舫是沈家、我2位密友家以及裴家4家共同包下的，2层归我们3家女眷小辈所用，视野绝佳，清静雅致；3层则是裴家专属，供裴衍之与一众世家子弟闲谈观景。柳舒婷，她竟然乔装成小厮，寸步不离跟在裴衍之身边，藏的倒是隐秘。前世我竟从未察觉，原来2人早已这般情深难舍，形影不离。我记得一盏茶之后，赛会龙舟便会途经画舫前方，届时所有人都会挤到栏杆边欢呼，人声嘈杂，人群拥挤，正是前世裴衍之算计我的最佳时机。谷雨，你过来。你的模样可欣赏，恰似此
落水了！史小姐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又一个，又有人落水了。天狼，救我！救我！想不到裴世子看着风光仄月、温润端房，竟也是个风流多情的。裴世子尚未纳妾，这女子扮作小厮贴身跟随，怕是外事吧？我瞧这好生面熟，似乎早前便在裴世子身侧见过。中秦伯府家教森严，此事若是被伯爷知晓，怕是不妥。我好端端站在甲板之上，安然无恙。世子方才当众大喊我落水，是何用意？平白无故，险些污了我的清白名声。刚才落水的竟不是沈家小姐，而是裴府的送酒小厮。来人，将此人拿下，送去官府查办。方才众人皆在观景看龙舟，唯独此人鬼鬼祟祟，混迹人群，在女子身后暗中摸索，意图不轨，行迹极为可疑。下水。是。婷儿，你怎么样？可有伤到何处？冷不冷？世子方才未曾看清人影，便当众大呼小叫，险些毁了青衣的清白声誉。此事本该给青衣一个道歉才是。是啊，这般莽撞行事实在不妥。方才场面混乱，一时看错罢了，诸位勿怪。世子且慢，此人行迹可疑，举止不端。世子一句话轻描淡写带过，未免太过草率。不知世子打算如何处置？不过是一场意外误会罢了，何必小题大做？好巧的误会！方才人群拥挤之时，若非我家护卫早早察觉此人尾随小姐，提前设防阻拦，恐怕此刻落水遇险，被人污蔑清白的就是我家小姐了。沈小姐素来温良娴静，知书达理，怎料贴身丫鬟如此牙尖嘴利，不知礼数。我乃中秦伯府世子，行事坦荡，断不会刻意让沈小姐难堪。古语休得胡言乱语，退下。裴世子乃是堂堂正人君子，品行端方，人人称颂，岂会做此龌龊之事？定然是这小厮心术不正，自作主张，与世子无关。大胆小厮，还不从实招来！小人只是见船上宾客随身财物颇多，一时贪念作祟，只想浑水摸鱼，偷盗些许银钱，并无他意。今日这一劫，我到底是彻底躲过了，还让柳淑婷提前暴露在一众世家权贵眼前。裴衍之，如今你私藏外史的流言已然传开，我倒要看看今世你如何再娶妻立室。古语，今日你做得很好，还有一事，你即刻去办妥，找几个爱传闲话的，不论男女，将裴衍之私自豢养的外史，乃是罪臣遗女柳淑婷一事，尽数散播出去，传得越广越远越好，务必让京中世家尽数知晓。小姐，还有何事？但说无妨。奴婢只是觉得小姐好像变了，以前小姐无忧无虑，天真浪漫，心性纯粹，可如今却像是藏了心事一般，沉稳的不像往日。莫非是老爷近期为小姐商议择婿之事，让小姐心生烦忧？古语，你可知世间男子娶妻，从来别是权衡利弊，步步算计。他们算计家世，算计清白，算计前程，从未真心。凭什么只能男人算计女子？我沈清怡这一世也要为自己精心算计，谋一条最安稳、最好的出路。你无需多问，只需安心帮我即可。裴公子不必多言，
昨日游船你救小女是恩，我沈家自会备厚礼登门道谢。但裴公子若想拿这个恩情来换我女儿的终生，那这恩就不是恩，是买卖。沈家不做这笔买卖。那裴衍之并非良人，你性子柔弱，若嫁过去定会受尽搓磨。何况你与玉川青梅竹马，我已问过他，他说区区落水被救，他不在乎。多谢父亲。沈家不识抬举，提亲这条路走不通了。后日他要去慈云寺上香，你带几个人扮作山匪，在半路将他劫了。记着，要做出图财的样子，开价5000两，银子到手就放人。银子到手也不放，到第2日再把他丢到街市上，务必让人瞧见他衣衫不整的模样。属下明白。他被贼人掳去一整夜，丢在街头是衣不蔽体。纵然验得完毕，外头谁肯信？沈氏百年清誉，不能毁在他身上。一族归，他当以死明言。父亲，我是清白的，我真的是清白，你相信我。我看谁敢！你们若逼死我女儿，我即刻辞官，拼着这顶乌纱不要，也要把这事儿闹到御前去。罢了，送他去家庙，带发修行，终生不得还家，也算给族里一个交代。父亲，不要送我去家庙，我可以嫁给玉川哥哥，玉川哥哥肯定会相信我是清白的。玉川他早向朝廷请命，已启程去往边关了。连他也不信我。老爷，裴世子又来提亲了。沈小姐，裴某倾慕你已久，不知沈姑娘是否愿意嫁与我为妻，让我护你余生，可好？你不介意那些流言？旁人闲言与我何干？我只知你是我裴衍之想共度一生的人。我答应你，我将裴衍之视作救命稻草，满怀感激地嫁进裴家，只求平淡此生。可老天偏不如我愿，婚后1年我未有所出，所以当他提出纳柳淑婷为妾时，我应了。我本以为这一生我都会浑浑噩噩地过下去，直到我50寿辰时，我才得知，一个摆设罢了，还摆什么寿宴？满城女眷都来给他祝寿，我瞧着就憋屈。淑婷，莫气，一个残花败柳，哪里值得你动气？不过是做样子给外人看罢了。我心里爱的，从头到尾只有你。爱我有何用？我到底是个妾。当年为了让你能光明正大进裴家，又不被他压一头，我设计他落水，又找人在他上香路上扮匪掳人，毁了他的名声。如今他对你唯命是从，温顺的跟条狗一样。你瞧，这些年他哪敢说半个不字。人人都赞我沈清婉温良贤淑，什么温良贤淑，全是狗屁！原来都是裴衍之处心积虑的算计，我这一辈子全都被毁了，害我的人都该去死，全都该死！小姐，门外小将军江玉川公子前来拜访，等候多时，想见小姐一面。不见，今生情爱无用，旧情无味。无论是心机歹毒的裴衍之，还是避我远走的江玉川，统统都给我滚远些。我的人生只由我自己掌控。小姐昨日交代的事儿，奴婢已经安排妥当。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家生子，备好随我出一趟门。小姐，天色不好，眼看着就要下雨，不如往内室坐坐。若是雨水飘进来沾湿了衣裳，反倒不妥。无妨，我等的人已经到了。这一顿打下来，这叔公怕是10天半圆都下不了床了。陈启满腹才情，却心性卑劣，趋炎附势。前世他先是在诗会上受到三皇子赏识，后三皇子堕马残疾，无望继承大统。
陈启便对裴衍之曲意附迎，意图攀上大皇子。你听听外头那些人怎么说的，沈氏治家有方，宽待妾室庶子，真乃贤妇。哼，贤妇。市井妇人嚼舌根罢了，姨娘何必放在心上？陈启，你不是素来会讨人高兴吗？去，替我捉弄捉弄那位贤良淑德的夫人，她不是名声好吗？我倒要看看她这名声能好到几时。姨娘吩咐，陈启自当尽心。姨娘说怎么捉弄，我便怎么做。夫人，这诗篇字字句句皆是我的真心。府中日子清冷，你若应了我，天涯海角，我带你走。陈公子请自重，你今日的话我只当没听见，再敢多说半个字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来人，把这下药的贼子拿下，即刻扭送官府，秉公查办。姐姐，这是做什么？都是误会，陈启他一时糊涂，失了分寸。姐姐何必动这么大肝火，闹得人尽皆知？误会？燕窝里的药也是误会？这不是什么都没发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夫人贤明在外，这点道理应该是要懂的。原来在他眼里，伤害没有落地，恶果没有酿成，便代表从无过错。旁人的清白、冥界与安危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陈启的腿算是废了，此生不得参加会试，他的锦绣前程就此彻底终结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毁人前程虽算伤天害道，可我重活一世，本就不是来做任人拿捏的善人。前世他们毁我一生，断我前路，今生我便要一一清算。裴衍之依附于大皇子，如今大皇子与三皇子储位之争暗流涌动，胜负未分，而我要做的就是为自己谋前程，谋生路。我要嫁三皇子，我要荣华富贵，权势滔天。今日高朋满座，我与两位先生拟了3题，分别是场中荷花，盘中鲜果，丝竹管弦，请诸位即兴赋诗，不限韵，一炷香为限。公正有余，意趣不足，堆砌辞藻，落了下乘。女郎小小年纪，临场片刻便能做出这般意境悠远、辞藻绝佳的佳作，实属难得，天资卓绝。今日3题，众座俱已允读，老夫与几位先生商议已定。本次诗会，魁首当属沈氏女郎沈清怡。今日即便不能一举让谢怀玉对我倾心，好歹也为父亲挣足了颜面，打响了自家名声。女郎留步。你是何人？还请莫要近前，有话站在此处说便可。无妨，这位郎君是刚才诗会上的同好，想来并无恶意。是我唐突了，方才得见女郎绝佳诗作，心中实在喜爱敬佩，斗胆想请小姐将诗稿借小生冠冕几日，还望小姐成全。这实在不妥，男女私相授受手稿，传出去难免惹人非议，辱伤你我2人清誉。是小生思虑不周，多谢小姐提点。郎君请看这样可好？我亲口念出诗句，郎君自行誊抄记录，如此一来，无私下手稿受送的嫌疑，你我皆可清白无碍。我好像跃到天地之间，
小姐，我瞧那郎君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想要诗稿是假，想与小姐攀交结识才是真。您方才为何偏偏顺着他的意思成全？他是本次诗会第2名，颇有才情。若他日他科考高中，今日这份清雅交集与我们无碍；若是他仕途失意，榜上无名，我与他全程坦荡磊落，无半点私相授受的把柄，旁人也传不出半句闲话。小姐，您真的变了。从前您最厌恶这些人情弯弯绕绕、算计筹谋，从来坦荡直白。您如今到底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人生在世，从前只求坦荡，如今方知，总要为自己步步谋划，方能自保自救。你在眼前，我会让你看见。我儿当真争气，此次诗会一鸣惊人，为我沈家争光，实在难得。若是你是个男儿身，凭这份才华学识，日后定能金榜题名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可惜偏偏是女郎，日后终究要嫁人，困于后宅，终日操劳家务琐事，倒是白白辜负了一身经世文采。小姐，江小将军又来了，此番依旧要将他赶出去吗？不必，请他进来。好你个沈青衣，往日你不许我玩耍也就罢了，如今我主动登门找你，你却3番2次闭门不见，我可真的生气了。这可是误会我了。前几日我身子不适，不便见客，并非刻意避着你。知晓你这几日该来，我特意亲手做了芙蓉糕，全当给你赔罪了。这才像话，也就你做的芙蓉糕才有这般独一无二的味道。倒是会贫嘴。去年郡主府上的马球赛，你拿下头名，风采惊艳众人。今年赛事重启，你可还有信心再夺第一？区马球赛自然是手到擒来，只可惜我无缘参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若是我也能到场，定然在场下为你全力鼓掌呐喊。这有何难？我回头让小郡王特意送一份请柬过来便是。从前我知晓你素来喜静，便不曾叨扰。如今你想去，我定然帮你办妥。那便多谢小将军了。你如今怎么这般生分？别喊我小将军，该像从前一般喊我玉川哥哥才是。好好好，玉川哥哥，多谢你。前世江玉川并未直接伤害我，他只是不信我，然后远走边关，留我一人孤身面对满城风雨，悠悠众口，让我在无尽绝望中苦苦支撑。所以这一世，我不要他的性命。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那便让他这份虚妄的情谊为我的青云之路铺路，做我登顶路上最稳妥的垫脚石。小姐，中秦伯府近日大乱，伯爷得知裴公子在外养有外舍，半怒之下当众狠狠训斥了他。如今柳淑婷乃是罪臣之女的流言便已经传遍京城。柳淑婷曾是太傅之女，前太傅被抄家后，家中女眷尽数为妓或贱婢。裴衍之私养罪臣之女为外室，看似只是私德有怀，实则触碰了皇权底线。小姐，今日诸多偏向三皇子的大臣弹劾钟秦伯教子无方，居心不当。随后裴世子便将柳淑婷悄悄送走，如今府中早已不见其踪影。裴衍之素来护着柳淑婷，定然不会将她送得太远。此地必须清静隐秘，安全无扰，方便他随时私会。京城耳目众多，风波正烫，断然不能葬身。城郊华光寺，前世我上香途中遭遇劫匪，便是前往此处。华光寺明心主持曾受过裴衍之生母的一饭之恩，欠着裴家人情，必然愿意倾力相助，帮他藏匿柳淑婷，遮掩踪迹。你即刻安排人手，分批去往城郊华光寺，
暗中刺探消息，查证柳淑婷是否藏于寺中，切忌隐蔽行事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当下最紧要的是5日后的郡主府马球赛。前世三皇子谢怀瑜便是在这场马球赛中意外落马，从此瘫痪卧床，面容尽派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阻止这场惨剧发生，护住谢怀瑜，更要借这场马球赛彻底加深他对我的印象，牢牢绑定这份机缘，为我的前路铺垫根基。女郎若是还有需要，随时摇铃传唤奴婢便可。你先好好坐着观望，看我今日如何拿下头名。小姐可是要更衣？不是，听闻郡主府豢养诸多宝马良骑，难得来一趟，自然要去开开眼界。需要换方才的侍女引路吗？府中路径繁杂，免得小姐走错。不用。小姐，他方才分明是在马匹身上做手脚，我们要不要立刻上前查验？不急，一会儿自有人来，你切记晋升，随机应变即可。追风，一会儿上场比试，你可要争气，助我取胜。且慢！是你。原来是公子。大胆！此乃当朝三皇子殿下，你应当尊称殿下。手下鲁莽无礼，还望沈娘娘莫怪。此前并非我有意隐瞒身份，只是未曾寻到合适时机告知而已。无妨，属下忠心护主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殿下不必介怀。不知女郎方才唤住我，所为何事？无妨，这些皆是我心腹亲信，女郎有话但说无妨，无需担忧外泄。回殿下，方才我与丫鬟闲来参观马厩，无意撞见一名杂役小厮偷偷靠近这匹骏马，似乎在马鞍之下藏了东西，事关安危，还请殿下仔细查验，以防不测。前世谢怀宇便是栽在此处，马儿受惊失控，将他狠狠甩落马背，终身瘫痪。后续众人勒马不及，铁蹄踏面，彻底毁了他容貌，一世风华，储君前程尽数断送。女郎可看清那人样貌特征？未曾看清面容，那人身着郡主府杂役服饰，熟知马匹习性，还特意用翠桃安抚骏马，身形约莫这般高矮。多谢女郎出手提醒，于我而言，此番乃是救命之恩。女郎但凡有心愿所求，我定尽力为你达成。换做任何人撞见，都会出手提醒。我一介弱女子，无自保之力，只求殿下莫要对外提及是我告密便好。我不愿卷入是非纷争。这个自然，我定然为女郎保密。既如此，臣女先行告退。等等，女郎待会儿还会在观赛席看球赛吗？会的。待会儿我也会上场参赛。那臣女玉树殿下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借你吉言。不知柳淑婷是否真的藏在华光寺？只有她身在寺中，我的后续布局方能一一落地。她沈清怡算什么东西？区区五品官的女儿，装的一副端庄贤淑的模样，满京城的人便都瞎了眼，人人称颂她贤良淑德，而我却只能依附于裴延之活着，这到底是凭什么？前世他唆使裴衍之折辱践踏我，只为抚平自己的不甘。这一世，我便偏要事事顺累，步步生辉。我要引他妒火中心，让他重施故技，
复刻前世的山匪劫杀之计，我早已布好后手，静待他自投罗网，亲手葬送自己。方才惜败一筹，下一场我定然扳回一局，定要夺冠。这。玉川兄，请留步。方才玉川兄赛场风姿绝佳，球技精湛，改日有空，我定要与你好好切磋一番。义兄，时辰不早，我先行回府了。小姐，奴婢虽未见到画中之人，却发现一处异样。华光寺后山有数间客房，其中一处独立院落近日被寺中封禁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但奴婢数次暗访，都瞧见有僧人到腹内送饭送物，绝非空院。你继续守在华光寺周沿，寻个由头扎根下来，不计时日，务必查清那别院之中究竟藏着何人。是。小姐，郡主府派人送来请柬，邀小姐明日入府小训。我儿如今声名在外，连郡主都主动结交，你好好把握，与郡主打好关系，日后择婿立身朝堂，皆是莫大壮丽。我与郡主素来无私交，他身份尊贵，好友如云，断然不会无端邀我单独叙话。此番交约，十有八九是谢怀玉借郡主之名，只为私下与我相见。臣女不知殿下在此，贸然闯入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方才侍女言说带我前来拜见郡主，不知郡主身在何处。沈奴娘无需惶恐，并非你失礼，是我借郡主名义，特意邀你前来相见。原来如此，不知殿下今日寻臣女有何要事？你是怕我，还是心底讨厌我？殿下何出此言？出狱之时，你不知我身份，坦荡从容，落落大方。如今你已知我是皇子，却次次刻意与我保持距离，拘谨守礼，我心中难免焦急不安。臣女只是身份有别，唯恐言行不当，冲撞了殿下尊贵身份罢了。无需这般，在我心中，你是难得的知己，无关身份尊卑。天色正好，庭中备有茶水点心，我们小坐闲谈片刻，可好？我会有手中的血为你风月，陪你看日升月。那日马球赛观赛，我见你唯独多尝了这几样点心，便暗自记下，猜想你应当偏爱这些口味。谢怀玉看似温润无害，心性纯粹，实则心思缜密，观察力极强。往后与他往来，一言一行皆需谨慎，万万不可露出半分破绽。女郎不妨打开一馆。此簪太过贵重，臣女万万不敢收下。于我而言，你那日救命之恩重于千金，区区一只玉簪，我尚且觉得太过微薄，不足以报答万一。这等定情般的贵重私礼，绝不能收。他日若谢怀玉未娶我为妻，此簪便是祸端，极易被人构陷私相授受，败坏名节。我必须巧妙推脱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臣女家中管教严苛，这般贵重之物，
父亲定然追问来历，臣女实在无从交代。若殿下执意想要还恩，臣女倒有一小小心愿。久闻华光寺明心住持佛法高深，臣女一心想听法师讲经，只是法师极少露面待客，不知殿下可否帮臣女达成此愿？好，殿下也无需挂怀，早晚皆可，臣女不急。小姐，茶时了。华光寺后山封定园落中住着的正是柳淑婷，奴婢连日蹲守，亲眼所见裴公子深夜入院，与那女子私会相会，逗留许久，才悄然离去。谷雨，你即刻找一批人前往华光寺宣扬我的名声，就说我是京中新出第一才女，连郡主都主动纡尊降宿，数次邀我入府小叙交好。柳淑婷心性扭曲，极度入骨，她如今困于寺庙，见不得天日，而我风光无限，这些声势殊荣恰好能狠狠戳中她的痛处，引她妒火攻心，乱了方寸。沈家小姐诗慧夺魁，真乃京中新出第一才女，这般才貌双全的女子娶回家，那可真是三世修来的福气啊！小姐，郡主府送来书信，邀请小姐你前往华光寺，一同聆听明心住持讲经识法。郡主身份尊贵，心性高傲，本就无心听经，此番邀约必然是谢怀瑜特意安排。好巧，今日天气清和，我一时兴起，便想来寺中听经，不曾想与女郎偶遇。裴衍之不知我今日入寺，正好，我要亲手让柳淑婷清清楚楚、彻彻底底看见我的风光顺泪，逼她主动出手。凄风骤雨催芳尽，落尽残红暗自伤。小姐当真文华斐然，才情贵世，不愧是如今京中第一才女。油嘴滑舌，滚！区区无名之辈，也敢在此自诩才女，故作风华，实在令人发笑。无妨，不必争执。我们明日便要动身前往苏城游玩，何必在此与陌生人徒费口舌？走吧。小姐，我们方才为何要忍让退让？明明是那丫鬟蛮横无理，我就是要惹柳淑婷恨我、妒我，我要让她知道，今夜便是她出手害我的最佳时机。她仓促行事，妒火胸膛，必然破绽百出，漏洞尽露，正中我下怀。无论小姐做什么，筹谋什么，奴婢都誓死追随，不离不弃。我并非无端害人，你可还记得端午那日的祸事？正是柳淑婷和裴衍之想毁我清白，将我娶进府中折磨。我今日所作所为，不过是自保复仇，以牙还牙罢了。小姐安心，我们提前安排的人手早已混在寺中相众杂役之间，不论今夜发生何事，都会第一时间护住小姐周全，万无一失。好巧，余党也在此处吹风散心。见过殿下，今日多谢殿下成全，圆了臣女听经的心愿。近来京城街头流民乞丐日渐增多，寻常百姓皆自发施粥接济。我近日杂事山沉，无暇顾及，只能托付管家代为布施，略尽绵薄之力。女郎心怀仁善，体恤百姓，实属难得。些许小事不足挂事，只是我心中疑惑不解。如今秋收将近，本该是百姓安居乐业之时，为何反倒涌现大批逃荒流民，实在反常。今年南方发大水，朝廷派人赈灾，大皇子却私吞大半赈灾银两，落到百姓身上的寥寥无几。
百姓只能被迫流离失所，涌入京城。沈家女郎，你此番随口一言，倒是又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小姐，夜里这般安静，真的会有人来捣乱吗？一定会。我前几日特意写信给江玉川，邀他明日一早来寺中听经。裴衍之谨慎多疑，绝不会让他的人手与江玉川这股未知势力正面相撞。走水了，后山走水了！有贼人闯入寺中，有刺客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古雨，你带着所有人，跟着寺中师傅前往安全区域躲避，不许乱跑。小姐，那你呢？我陪着你。全寺大乱，人人奔走逃生，唯有柳淑婷所在的封闭别院，是此刻最无人问津、最安全的地方。古雨，你过来。我无需畏惧裴衍之的杀手，暗处皆是我提前部署的人手，足以护我周全。谢怀玉若对我有意，必然派人前来找我，只要杀手一时伤不到我，我就安全了。殿下，青衣，你怎么样？快传大夫！怎么样？身子可有不适？殿下放心，女郎已然苏醒，只是脉象略有不稳，受了惊吓，只需安心静养，服以养生汤药便可痊愈，无大碍。那就好，劳烦大夫多开几副温补养生的方子，务必让她彻底恢复。寺中失火，贼人作乱，人人都往前殿避险，你为何反倒往危险处跑？若是真出了意外，我如何心安？臣女只是忧心殿下安危，一时情急乱了分寸，才与古雨他们走散。往后臣女必然万般小心，绝不让殿下再为我费心劳神。殿下，我家小姐已然安睡，夜深路重，还请殿下先行回房歇息。我方才并非责怪他的意思，我一点也不嫌他添麻烦。听闻他心中忧心我其实心中很是欢喜。男人的情话，如今对我来说，跟飞虫嗡嗡声无甚区别。以谢怀玉的手段势力，顺着活捉的刺客追查，定然能顺藤摸瓜查到裴家。裴衍之是大皇子最得力的臂长，最心腹的助力。此番刺杀皇子，意图谋逆的罪名，足以让裴家覆灭。我的仇已然报了一半。父皇，儿臣要弹劾裴衍之私藏死士，刺杀皇子，意图谋逆，罪证俱在，请父皇圣裁。查！传朕旨意，此案交由大理寺彻查，给朕全程督办，绝不姑息。谁若敢从中作梗，同罪乱处。
柳淑婷死了，行动也败了，你们还有脸活着回来？石大人，裴衍之要杀我灭口，我裴家这些年所有的阴私勾当，桩桩件件，我全找。华光寺之乱，本意就是刺杀皇子，购获朝堂，为的是辅佐大皇子夺权。我们奉命行事，幕后主使正是裴衍之。裴衍之父子斩立决，裴府满门抄家，其余族人尽数贬为罪奴，世代为一，永不续用。沈清怡，沈清怡！裴衍之，这一世依旧是我亲手终结了你。前世血海深仇，今日终于彻底了结。那日夜里，我在你房间说的话，你可曾听到了？臣女未曾听闻，我自然记得。她说不嫌我添麻烦，说听闻我忧心她，心中欢喜。可这不过是2句随口而出的情话，无半分实际承诺，没有提亲，没有许诺，没有名分，区区几句甜言，不值一提。沈清怡，我心悦你，从诗会初见便已倾心。谢怀玉如今虽借赈灾案、刺杀案重创大皇子势力，可处为未定，他若一朝落败，我绝不愿随之坠入深渊，受尽牵连。殿下今日所言，可是真心？千真万确，1000个、10000个真心，绝无半分虚言。殿下，你我身份悬殊，臣女之父不过五品小官，无显赫家世助力，且王母留有遗训，我此生绝不与人做妾。我知晓，你若嫁我，此生只会是我的正妃，独一无二，无人可以替代，谁也改不了我的心意。殿下切莫凭着一腔热血赌上前程，我资质平庸，无法为殿下朝堂分忧，更不愿成为殿下的拖累，还请殿下三思而后行，莫要一时冲动。小姐，殿下这般真心，日后真的会求陛下赐婚，娶您做正妃吗？一定会。大皇子迎娶威武将军之女，手握兵部兵权助力，势力过剩，早已被陛下忌惮。若此时谢怀玉娶了我一个小官之女，恰好契合帝王制衡之心，陛下为了牵制大皇子，必然会倾力扶持他。这不仅是他的选择，更是朝堂大事、帝王权衡的结果。沈清熙接旨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氏长女清怡，玉秀名门，真敬持宫镇，闻而加之，特赐沈清熙为三皇子正妃，一切典礼着礼部择吉操办。钦此。吾儿光耀门楣，真是祖宗庇佑，祖坟冒青烟啊！祖宗庇佑，我这一生从来都是我自己拼尽全力，步步为营，是我自己保佑我自己，从未靠过天命祖宗。青衣，世间再不比你更合我心意的女良，诗会初见，我便对你倾心，此生不移。前世我真心付出，却遭裴衍之算计；这辈子我精心算计，步步设局，却骗得系怀于他满心赤诚，与我深情。只可惜，这世间情爱最是荒诞可笑。我此生绝不会再轻信任何人，更不会对任何人倾心。恭喜殿下，大喜！夫人生了一个千金，母子平安。同年，大皇子宫殿谋反，兵败覆灭。谢怀瑜平定叛乱，稳立储君，被册封为太子。3年后，
我生下一对龙凤胎，谢怀玉登基。清溪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朕发誓，朕的后宫此生只有皇后一人。小姐，如今皇上独宠你一人，这下可没人再欺负我们了。圣宠易碎，人心易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变心，最终厌弃我。我好想越过阴晴圆缺，去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如果你在眼前，我会让清溪，朕对不起你。陛下无妨，帝王后宫虚空多年，也该充盈妃嫔，绵延皇嗣了。皇后果然大度通透。此后，谢怀玉广纳美女，后宫有2位妃子，3个美人。直到最后，谢怀玉不再日日踏我的交房殿。青怡，朕这一生可曾得到过你的半点真心，半点爱意？那晚，朕是真的喝醉了。那舞女唱着你所做的诗，月色朦胧，光影相似。朕恍惚之间，错认成了你。他这短短一生，已然足够圆满。得登帝位，坐拥天下，儿孙满堂，福寿满场。情爱爱恨，本就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是前世注定的属于我沈清怡独一无二、万人至上的时代，自此正式开启。一如过往的季节。